在是早上10点半，我们是在Ubeda前往 Cordoba。今天我们主打一个悠闲期，150 click 前往 Cordoba。那 Cordoba 呢，它自己也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城市，它有一个 UNESCO 世界遗产，然后有一个古城，它也是集合这个伊斯兰、犹太和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文化色彩相当的浓厚。左手边是一大片的橄榄树园，这一带是整个西班牙的有名的这个橄榄出产地。对，有200个本地的。前面发现一个魔女骑士，应该也是在魔女中。突然降速，这边还有警察，好酷好凶的警察。现在是1点半，我们到了科罗纳市区。那刚才联络了这个住宿，同样的是要先填表格才可以 check in， 所以这个屋主已经把这个表格发给我。现在呢，要是完成网上的注册，然后再获取 check in 的资料。下午1点半，我们刚加了油，然后刚收到屋主的这个简讯，他是说呢，我们住的那一区其实是一个保护区，所以如果要进入那一带呢，是需要一个特别的准证，所以他现在在帮我们申请着。老街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地面上的路是砖块的。西班牙是一个很容易步行的地方，到处都是有人行街道。哈哈哈 ，interesting。今天是礼拜天，路上餐馆都好多人呢，大家出来聚餐，每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了我们的住宿 ，OK，follow instruction。OK， 往里面去，直走，然后转左，上楼梯，然后我们的房子是门牌5号，到了。好，怎么打开？是电子锁吗？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电子诶。哎，真的耶，有听到。哦，真的耶，没有电子了，但是它自动开锁。哇，好棒！哇，有楼上。Okay, I entered the house and I saw the keys. I think this is the parking. Okay, cool, I'm coming down. 哦，这个是它的电子锁，不错不错。这个 ，OK， 呀 ，OK， now I need to study how to open this parking. Parking 的大门打开了。OK， 我们现在骑进去。哇哦，蛮大的呀！13号。Oh yes。我们现在入住的这间类似 Airbnb service apartment， 这边是厨房，这边一间厕所不能洗澡的，然后这个就是客厅，有个阳台，跟电视，阳台，外面就是街道了，然后就是河，这边还有
Orange tree， 好多的果子。我们现在上楼。这间房间很简单的，然后厕所洗澡的，这边还有一间房间。哇，这边是露台，哦，还可以晒太阳。重点是后面那一座桥，这是这边的地标。然后露台这边也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世界遗产吧。它的伊斯兰的教堂里面有一个天主教堂，还有洗衣机。我们要来洗衣服。我们现在进入了 Mezquita Cathedral of Cordoba。Cordoba 清真寺主教座堂是世界上极为独特的宗教建筑，也是西班牙2000年宗教和文明历史的见证。公元6世纪，这里原本是西哥特时期的 Basilica of San Vicente 基督教堂。公元8世纪，随着穆斯林势力进入了西班牙，这里一度成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礼拜的场所。后来，穆斯林在同一个地点兴建了大清真寺，并成为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建筑之一。公元13世纪，基督徒重新收复了 Cordoba。不同于许多被拆除重建的宗教建筑，这座清真寺并没有被毁坏，而是直接改建成天主教主教座堂。原本的宣礼塔后来也被改建成今天的钟楼。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层叠，让伊斯兰和基督教建筑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在世界上极为罕见。1984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好啦，早安！现在是早上9点，看这个太阳是刚刚升起，直接照在我的脸上。那我们现在是在 Cordoba， 我身后的这个大教堂。昨天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参观了，非常非常的震撼。早餐吃板面。今天骑一个150公里主打休闲骑前往 Seville。 网上看到资料是说那里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Gothic 教堂，有机会就去看看。12点半，我们到了 Seville。 通常看到这种古老的建筑啊，有城门啊，有这种大教堂啊，多数就是古城区了。你看这个墙壁是旧旧的，像这种古城区，它的街道都是像这样子窄窄小小，然后弯来弯去，不是直线，而且也是有一点混乱的。在大城市里面呢，要找停车位是不容易，很多hotel它没有 car park。那你就要去找那种公共的 parking， 就是付费，一个晚上10欧元、20多欧元的都有。如果是找 service apartment， 它就可以找那种附停车位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停车位这样子。那我们2辆摩托就可以一起停。像我们之前找的 service apartment 呢，全部都是有停车位的，除了 Granada 那一间，所以我们就停在那个公开的摩托车 parking 是不收费的，但是风险自负啦。我们是有带那个锁，而且那个租车行也是有给我们一个大锁，所以我们就有用到这个锁。那停了2个晚上是没有问题啦，所以就看个人咯。1点15分，我们来到了 hotel， 但是我们的房间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行李先放到这个 luggage room。非常有趣的是，这个 hotel 啊，它是全自动的，就是从入门到 luggage room 到我们的房间，全部都是号码锁，所以这边是没有 reception， 没有人在这边管理的。然后这个酒店
就在这个地标 Sevilla 大教堂的旁边，这边人来人往，好繁忙呀。在西班牙吃葡萄牙蛋挞，好甜啊 ！It's very sweet， 还流汁。How do you call this? Croquettes。不同的口味。这个是 ham、chicken curry、parsley。我们看到了这家 tapas， 很多人进去。我们看，好多人啊！这边的 culture 都是站着吃东西，站着喝酒。我们就用这个 bar。这是猪颈肉，这个是鹅肝的 tapas， 牛扒。我们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就吃饱了。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哥德式的大教堂。我们要看这个大教堂买票，就是当场买的话已经卖完了，所以要 online 买。online 买也售完了，所以今天没有办法进去看的。那明天呢，最早场是11点半，应该是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跟他没有缘分啦。看看这街道的两边的树上结满了橙，这个也是 Sevilla 其中一个特点。我们的房间就像小小一间，然后有柜子，有床。重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大教堂，但是我们有大教堂的 view。打开窗，就是大教堂这一条街啦。哇！好啦，早安，我是马来西亚的西西。那现在是早上9点。一早起床呢，窗外就是这一个 Sevilla 的大教堂。我们在谷歌地图找到了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就在我们的旅馆楼下。然后走了去的时候，也经过了我们的摩托车，可以检查一下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还是在原位，没有消失不见。因为这个旅馆是没有包 parking 的，所以我们是 park 在 public area， 但是目前为止都是安全的。这个是鸡蛋马铃薯，冷的。我点的是火腿面包，热的。哇，这个早餐店也是很多人吃啊。这边都是流行站着吃东西、喝酒的。今天是西班牙骑行的第9天，我们在这个安达卢西亚的 Sevilla。今天我们会骑170公里到 Tavira， 是一个沿海城市。重点是，它是在葡萄牙啊！我们要进入葡萄牙了。原本我们的打算呢，就是要骑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区，但是想说有这么多天，然后看看它的边境，就发现到西班牙的南部呢，它是连接着葡萄牙和摩洛哥的。那之后呢，就有问租车行的老板，比较建议我们去葡萄牙，因为摩洛哥的话是需要搭船，要花费1整天的时间。因为毕竟摩洛哥它不是欧盟嘛，我们之前也是有骑过摩洛哥了。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尝试进入葡萄牙的这一天，希望一切顺利，很兴奋。如果成功的话呢，这将会是我摩旅欧洲第一次跨边境呀！葡萄牙 Portugal we are coming， 还有20公里就到葡萄牙边境了。
我们在过河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边境耶？哦，这里有一座过河大桥，好大风啊！哦。11:43，这是葡萄牙。我们进入葡萄牙了吗 ？Are we in Portugal already? Not sure 这路牌是什么意思？啊 ？Are we in Portugal already? 啊 ？We crossed to Portugal already. That's it. 啊 ？There's no border pass. Got no office. Oh, wow 没有关卡，没有 passport check，没有 vehicle clearance，no officer，and we are in Portugal 好奇妙的感觉哟，在欧盟国家跨境这么容易，咻一声就已经滑进了另外一个国家，什么都不用检查耶！哇，这个是我第一次的欧洲跨境。Yeah, my first overlanding from Spain into Portugal.